大家好，我是 Tim。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常常被淹没在大量的资讯中。社交媒体、网络新闻、专业知识，每天都涌入我们的生活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些资讯到底有多少被我们忽略了？有多少宝贵的知识在我们之间流失了？我们可能把资讯储存在各种不同的平台和设备上，但当我们真的需要它们的时候，却发现它们都变成了一堆碎片化的拼图，根本凑不出完整的知识。别担心，今天这部影片我们会告诉你如何正确管理资讯，帮助你在这个充满资讯的世界中不再迷失，不再让重要的知识流失。有兴趣的朋友，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把影片看到最后，你将会获得意想不到的价值。第一个，也是最重要的方法，就是只储存能引发共鸣的资讯。这些资讯可以来自语音备忘录、影片、故事、记忆等，所有你看到、听到、感觉到的事物。之后介绍的方法都是建立在这个思维的，一定要耐心的听，把基础打好。那什么是能引发共鸣的资讯呢？就是看到会产生特别感觉、想法的资讯。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你接受到太多的讯息，太多的讯息会让我们感到焦虑不安，注意力没办法集中，很多时候会不知道怎么去理解和处理这些讯息，最后失去对讯息的兴趣。这样讲，你可能会问，怎么分辨这个资讯是不是能引发自己共鸣？教你几个分辨方法吧。首先问自己，这个资讯对自己有启发吗？例如在滑 IG 的时候，看到有篇贴文上写的一句，不要害怕失败，因为失败是成功的必经之路。你觉得对自己很有帮助，就可以将这句话记录下来。接下来是看这个资讯派不派得上用场。可能有天看到一个节目在教如何在遇到突发状况时做急救，你觉得有一天会用到，那这个资讯就值得记录。再来是看这个资讯和自己相不相关，比如自己的想法、反思、记忆，或是平时与亲友相处的聊天记录、照片、影片等。最后看这个资讯有没有在你意料之外，如果和你想象的不一样，那就应该把它记录下来，告诉你，其实无论是什么样形式的内容，其价值分布是不平均的，只需挑选出这段内容告诉你的核心重点，简要的记录就好。举个例子，长达几万字的课本内容，想要表达的核心重点可能只有不到2000字，把这2000字截取并记录下来，就完成了最重要的第一步。但只有把资讯记录下来是不够的，如何有效善用这些记录下来的资讯同样重要。想学习到这个方法很简单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因为这样就能确保你能学到更多有助于自我成长的观念和方法。第二个方法也很关键，就是依照可操作性组织这些资料。大部分人组织资料的方法都是像图书馆那样，依照这个资讯的主题分类。比如说，有本书叫做《富爸爸与穷爸爸》，那就把这本书归类到理财这个主题之下。在大部分的情况下，这种分类方法是没有问题的。然而，在你需要用到某个特定资讯，例如想要知道头痛怎么样解决时，光是寻找就会花上你不少时间，还可能找不到最符合你需求的资讯。说这么多，你可能会有个问题，那什么是可操作性？简单来说，就是这个资讯对你有多有用，依照这个有用程度帮你的资讯做分类。你可能最近有个工作需要处理，又想要学习写程式做副业，也对学西班牙文有兴趣，你就可以依照有用程度帮你组织资讯。这样做就可以帮助你快速找到对你最有帮助的资讯。具体该怎么做呢？首先，将你手上正在执行的短期任务和工作拉出来，为他们建立资料夹，例如准备期中报告、制作会议简报等，把对完成任务有帮助的资讯全部整理到这些资料夹里，这样能快速让你找到当下最需要的资讯，同时减少不必要的干扰。第二步骤是找出一些没有时间限制但你需要做的主题，如刚刚提到的写程式或健康维持、理财等。在这类的资讯就可以依照不同的主题分类，写程式的分到程式类，
健康相关的就分到健康类，以此类推。第3步骤和上一步很像，但是分类你觉得可能有用或有兴趣的主题。如果对建筑、摄影和宠物有兴趣，那和这些主题相关的资讯就储存在这里。分类方法也是依照不同主题分类。最后，另外再准备一个档案库，主要是放不再运用的资讯，例如已经完成或取消的任务资料，以及暂时搁置的任何资讯，避免这些暂时用不到的资讯塞满你的工作空间。如果未来你有一个和先前已经完成过很相似的新任务，你就可以从档案库里轻松找到需要的相关资料。3个方法是找出这些资讯中最核心的关键字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把资讯中的重点萃取出来，强调其中哪些更重要，凸显这些要点的差异性。我们写笔记最主要的目的，就是让你轻松找到和取用当中最立即有效的重点。前2个方法储存的内容都属于较长的段落，没办法轻易看出重点是什么。这时可以使用累进式的摘要技巧。透过累进式摘要技巧，你就能一眼看出这个段落到底想表达什么。接下来教你怎么做。第1步，将看到的文章中你觉得最好、最重要的段落截取出来，整理到你的笔记中。接下来，当你看到这个段落中原作者想表达的重点或特别有共鸣的句子时，把这些文字加粗。有了这个动作，你比较一下读粗体字摘要和原本段落的差别。读有粗体字标注的段落，很简单就能找到这个段落的关键句子，而且花费的时间只需要不到1分钟。读原本的段落还要重新寻找重点，而且可能会花你5到10分钟。另外，对于那些特别长又有价值的资讯，值得你进一步添加显眼的标记。你可以使用荧光笔标记，在刚刚加粗的关键句子中，标记句子里的重要精华。这些精华通常是能简单概括句子精髓的文字。你再看一眼加上荧光笔标记的资讯，是否觉得那些重点更加突出显眼呢？未来你想要使用它时，只需要看一眼就能瞬间明白是否符合你的要求。如果有需要，你甚至能将这些重点特别提出来制作成摘要，运用列点的方式记录每个核心重点，让你下次看到这篇笔记时，能用最短的时间掌握全部重点。最后一个方法就是要跟别人分享你学习到的成果。许多人都花了很多时间学习和吸收知识，但是只有学进去，没有使用出来。分享你的成果是很重要的一步。透过分享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学到的知识，也能激发你的创造力和想象力。你可以像我一样做影片，或者跟朋友、家人、同事分享你的新收获。另外，在分享的时候，可以鼓励别人提问和给予意见，这些回馈可以帮助你更进步。如果你认为这些知识对你很有帮助，或者想学习更多有关自我成长的观念和方法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有关成长的讯息了。同时帮这部影片点一个赞，并分享给其他人。你的支持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祝福观看这部影片的兄弟姐妹都能比昨天的自己更加提升。希望我们可以一起进步。下次见，拜。